奴娇眼盲，常见所及，但愿不伤到诸位。樱桃，我们苏山店的伙计樱桃小时候学过盘子舞，樱桃，你与之一起跳。遵命。正是冷兄的寒食行，笔触素雅，托物寄兴，哲思隐于情，恰如空谷幽兰。好事！那我给记一下，快记！哎，诗人冷集一首。据说在我大唐驿站的诗板上，有关寒食和清明的诗，抄送最多的就是这首。光阴如长河，诗人万千。其实一个诗人，如果能有首诗在千年后仍被传唱，就非常了不起了。冷先生的佳作，我10年前就读过，至今一到寒食节，仍会抄写背诵。诸位过誉了。我阮大雄何时才能写出这样的诗句呀？唉，
瞎丢什么？哎，班主，班主，哎，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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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还有歌姬没有啊？回主家，没有了。我们玄火班只有这5位歌姬。唱了右伯兄2首诗。今日赌诗，你赢了。冷兄，刚才确实有2位歌姬唱过我的诗，但是与这位姑娘相比，却是逊色太多。要我说，论胜负，不该看唱谁的诗多，而应该看班中花魁唱的是谁的诗。复议，此女子绝对是这百戏班子当中的花魁。冷兄，你胜了。高某人输得心服口服。我阮大兄也甘拜下风。哎，等等，你还能占上风吗？你也不看看这席间都是什么人？哎，我就说的对。娇奴，可是在叫我。错了，我叫奴娇。三二妹妹，劳烦扶我下楼。我们这就去准备另外几种口味的苏珊，用时命苏掌柜传唤即可。冷兄，认错人就别发呆了。今日齐廷画壁是你赢了，贤弟我敬你一杯。卢某今日有幸一睹诗人的风采，齐廷画壁更是让我见证了大唐诗歌之盛况。我愿敬每位诗人3大碗。3大碗？王兄是想说卢某没这个资格吧？要说资格也不难。敢问卢兄饮酒是否海量啊？包括阮老板，席间4位诗人，区区12大碗，不在话下。痛快！还请冷兄勿发呆，与我等同乐呀！喝酒是吧？好，我冷吉正求一醉。好，请。我来倒酒，我来倒酒。奴娇姑娘可在此间休息？有劳三儿妹妹。没事。刚才为何不动手？席上有高手。高手？那个耍盘子了？不止他一个。那之后该如何？我可是给了你定金的。他们不是在喝酒吗？过不了多时，便个个会烂醉如泥。你只需告诉我，要杀之人在哪个房间即可。
是假冒。好剑法，看着是真刺客。哎呀，好险，他果真是刺客。你是何人？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在下卢无名。只因为名字起得不好，至今未能考取功名，只好屈居苏山殿，当一个伙计谋生。你这刺客武艺虽凑合，却赢不了一个伙计，算你不走运。你又是何人？苏山殿另一伙计，在长安谋生不易，怕被人欺负，就学了3招2式，也想过当刺客。奈何武艺太稀松，你连我都打不过，早点改行算了。任老板，交给你了。班主何在？出来答话。小的在。小的不敢欺瞒，此女子确实不是我们玄火班的人，是我们来的路上正好撞上她要上吊，便就……哎，我家班主心善，见他既会弹琵琶又会舞剑，就把他收留下来了。哎，是的，是的。带着佩剑上吊，是专门喜欢被勒死？恐怕上吊是守株待兔吧？应是提前得知玄火班要来这阮家酒楼，特意在那儿等你们呢。哦，哎，阮老板，这戏班子是谁请的呀？掌柜呀，姓侯的。姓侯的要害我，抓住他！站住！过来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过来！滚！想跑？那你是承认喽？就说要雇刺客，要宰了你这个不孝子，又怎样？你个开酒楼的，整天读诗、背诗、写诗，为了结交诗人，你不惜一掷千金，快把你爹的产业都给败没了，我看不惯。你爹死之前跟我说，他要值得辅佐，你就辅佐他；他要不值得，你可以取而代之。哎，他刚才这话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？好像哪位诗人写过。哎呀，你真是个诗痴！刚刚那句话没有出自任何诗篇，不是吗？是后汉三国刘玄德白帝城托孤时，对诸葛孔明所言。啊，对，想起来了。姓侯的，你对我爹呢，也算是一片忠诚。阮大雄在此谢过。哎，这我爱师哥，背逆了祖宗的产业，确实算是不孝。但是你竟然雇佣杀手想害我，你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你！
把他给我关进柴房去，饿上那2天，让他好好反省反省。走。哎，诸位，让大家见笑了。他怎么办呢？我大唐确实宽容刺客，但行刺之际被抓，仍是要被惩罚的。若不送官，我等恐有包庇之责。那就绑了吧，拿绳子来。拿绳子把他绑起来。等一等。冷吉，愿代他受罚。他不叫奴娇，他叫娇奴。我们在洛阳相识，那时我在神都谪居备考，却屡试不中，以致意气消沉，整天混迹在秦楼楚馆。同为天涯沦落人的我们，互相温暖，相伴，度过了人生中最为艰难的一段时光。后来，娇奴渐成头牌，每日应酬达官贵人。有一次，我去找娇奴，看见他正被一个将军搂抱，我不忿，上前呵斥，结果被痛打。愤怒之下，我迁怒于娇奴，发誓从此不再相见，并诅咒他定会盲了双眼。我好恶毒，如今想来，实属不该。他本歌姬，应酬客人，也是为了尽早赎身，与我永不分离。后来，我因尝试韩诗行，一举成名，不再醉心科举，而是回到南州，专事诗歌，与其他3子为伴，放情于山水之间。但我的心中一直对你存有愧疚。今日就让我冷吉替他顶罪吧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一次机会，弥